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10讲，修身以齐家。院形成道场，家是院修的起点，也是最真实的道场。开场引言，家从不是小事，在当代社会，家常被视为钢筋水泥中的私密单元，或被电子屏幕切割成符号互动的场域。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智慧早已揭示，家是连接修身与治世的精神枢纽，是院立的第一个试验田。大学将其家置于修身之后，治国之前，绝非偶然。能在柴米油盐中守住心性，才能在天下事上持住院立；能在家人目光里活成榜样，才能在众生面前成为道场。大学原文：所谓其极家者，极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知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是君也；悌者，所以是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这揭示了生命实践的必然逻辑。若连家人都感受不到你的愿心，何来化世的底气？当我们抱怨世风日下时，可曾想过家中的碗筷是否盛着感恩？当空谈大怨时，可曾检视对伴侣说话的语气是否藏着慈悲？2. 愿章阐解，家是愿修之境。真正的愿修者从不逃遁家庭，反而将其视为映照真实自我的明镜。职场上的八面玲珑，可能在孩子哭闹前露出焦躁原形；课堂上的妙语连珠，或许在父母唠叨中失了耐心分寸。家庭的残忍与慈悲，在于它永远展示最本真的你，那些在陌生人面前能掩饰的嗔恨，在社交场合可压抑的欲望，会在家中毫无防备地喷涌而出，而这正是愿力萌芽的土壤。3问自省：若父母仍困于无名烦恼，谈度众生，是否只是空中楼阁？若与伴侣相处充满控制与计较，宣讲慈悲喜舍是否显得虚伪？若子女在公立教育中迷失，倡导文化传承是否成了空谈？大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将齐家视为修身的延伸，不是先修成完人再齐家，而是在齐家的摩擦与和解中，让愿力从概念变成血肉。如禅宗所言，担水劈柴，无非妙道。夫妻拌嘴后的包容，为父母揉肩时的专注，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耐心，都是愿力在尘世的显化。3. 家中3愿，愿修3重法则。1. 愿以孝敬之心待父母。真正的孝，不是物质堆砌，而是让父母感受被需要的尊严与被理解的温暖。每日花10分钟放下手机，听父母重复的老故事，面对他们的固执。先言：您说的有道理，再耐心沟通。践行：晨昏定省，以温水拥抱传递您在我心的讯息。孝经言：孝者，德之本也。对给予生命者的态度，决定了我们能承载多大的众生缘。2. 愿以慈和之心待伴侣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愿力的修行场。佛陀在善生经中教导夫妻静如宾客，这份静的密码在于，伴侣疲惫时一句我懂你，胜过10句多喝热水。意见分歧时，先问你希望我怎么做，而非争辩对错。话：我爱你，为我愿成就你。修去控制欲，让婚姻成为菩萨道的助缘。3. 愿以愿欲之心育子女。当代父母多焦虑如何让孩子成功，却少问想把孩子培养成怎样的人。大学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用于育儿。即与其逼孩子上兴趣班，不如带他观察蚂蚁搬家，学会专注；与其强调考第一，不如在他摔倒时肯定尝试的勇气比分数珍贵。种下3颗种子：对生命的敬畏，不伤害小动物；对他人的同理心，给清洁工送水；对理想的坚持，养一盆花的耐心。以愿力照亮成长之路，完成从父母到愿者的蜕变。4. 家是微型天地，从小我到大愿。家中方寸之地，处处是愿力显化场。厨房带着熬出滋养温度的愿心做饭，而非快点做完刷手机的烦躁，便是修专注与慈悲。客厅分享温暖小事，而非抱怨琐事，便是构建善的能量场。卧室房事清，墙壁净，非为洁癖，而是正心而眠的外境映照。更精妙的是，当孩子模仿你给布娃娃讲道理，父母学你晨读时，你会明白，家不是单人修行地，而是用愿力点燃的第一盏灯，灯光所及，皆是道场延伸。5. 互动引导，
今日愿修反思三问。觉知之问：今日是否因家人太熟悉而忘了说谢谢？是否在接父母电话时曾下意识催促？被忽略的细节，正是愿力流失的缝隙。关照之问：最近一周，家人是否因我的存在多了笑容？有无用修愿当借口逃避家务，却要求家人配合？愿力是双向成就，而非单方面要求。践行之问：此刻对家人最真诚的愿语是什么？是愿妈妈少些忧虑，还是愿孩子找到热爱？写下这句愿语，明日用行动兑现。6. 结语：愿行在家，道在其中。读懂大学，不出家而成教于国，便知家庭从非修行障碍。灶台边的躬身，餐桌前的倾听，未晚归家人留的灯，都是愿力的尘世具象。真正的道场，不在名山古刹的钟声里，而在孩子睡梦中的呼吸，父母眼角的皱纹，伴侣递来的温水中。本讲愿句共勉：愿我以修身之光点亮家门，让齐家之行成就愿力，使柴米油盐皆成妙法，令家人笑靥即是道场。从今日起，不必问何处是修行好地方，你站立的地方，你守护的家，就是最真实的愿修道场。今日愿句：愿我正心如镜，照见真我；愿我定心安神，愿行不乱。